同学们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溶体的性质。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表面张力，它的产生和溶体中质点在表面的状态有关。内部的质点由于受到周围质点对它均衡的作用力，因此处于受力平衡状态，能量也较低。而表面质点由于外部的气体分子对它的作用力较弱，因此质点受力不均衡，能量也较高。这就使得表面原子有向内部原子运动的趋势，或者说有缩小表面积的趋势。这是溶体存在表面张力的原因。那么什么是表面张力呢？溶体的表面张力是指溶体表面层由于分子引力不均衡而引起的也表面作用于任意界限上的张力。我们也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表述，这就是表面能。表面能是指将表面增大一个单位面积所需要做的功，或者说把质点从内部移到表面所消耗的能量。表面能和表面张力数值上是相等的，但是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溶体的表面现象。同时，表面能是标量，表面张力是矢量。这一点请同学们认真理解。此外，溶体的表面张力和什么因素有关呢？也是和温度组成有关。它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表面积的质点数，质点数越多，作用力就越强，表面张力也就越大；二是表面质点受内部的结合力，结合力越大，表明表面质点的受力不均匀程度就越高，表面张力越大。大家分析表面张力时，主要就从这两个角度分析。接下来我们具体讨论一下温度和组成对表面张力的影响。首先考虑温度，温度越高，质点间距越大，表面质点数就越少，表面张力就越低。同时，氧硅比越高，表明聚合物越多，聚合物的尺寸就越小，那么聚合物的数量相应的也就增多了。因此呢，总质点数较大，表面张力升高。解金属氧化物含量的提高与氧硅比升高的作用相同，我们不再详细说明。另外，化学界的类型影响质点结合力，化学界越弱，表面张力越低。比如氧化硼，由于硼氧三角体形成平面网络，各平面之间的结合力较小，因此表面张力较低。同样的，如果把氧化硼溶体和氧化硅溶体混合，那么氧化硼溶体会在表面富集，这样可以降低整个体系的表面张力。换而言之，混合溶体的表面张力以较小的为主。除此之外，不同的负离子和氧化物会对表面张力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氟离子和硫酸根离子可以降低表面张力，有表面活性的氧化物会使表面张力降低等。关于各种氧化物的作用，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己查阅资料。溶体的性质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